都说圣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元始天尊算尽苍生，终究没算到自己的名讳会躺在封神榜最后一页。封神台矗立天地之间，99级玉阶直入云端，台顶万盏仙灯四面高悬，每一盏皆以三界灵石炼制，灯火幽蓝，映得整座高台像浮在一片冰海之上。姜子牙站在台中央，杏黄袍早已洗得发白，袖口还有几处来不及缝补的裂痕。这场仗打了太久，久到他快忘了当初接过打神鞭时的模样。他手里捧着封神榜，那卷帛书散发淡淡金光，沉甸甸的像压着整个三界的分量。台下乌泱泱站满了仙人与残破，有人面带欣慰，有人神色黯然，更多人只是麻木地站着，等待命运最后的宣判。封神榜上的名字一个接一个被念出来，每念一个，台上便亮起一道光柱，将那道英灵卷入其中，送入对应的神位。赵公明的名字被念，到时远处一缕残魂无声无息升了上去，连头都没回。三霄仙子的名字紧随其后，三道纤细的光影交织在一起，像三根被风吹散的丝线，慢慢消失在天幕之中。姜子牙的嗓子有些发紧，这些名字他太熟了，有的是他亲手打落封神台的，有的是死在他阵前的，有的是他眼睁睁看着咽气的。他不敢多想，只管低头继续念。元始天尊就站在他身后3丈远的位置，负手而立，神情淡然，一袭月白色道袍在风中微微飘动，三缕长髯垂在胸前，整个人看上去从容，得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棋局收官。太上老君坐在台侧一张石凳上，手里捏着拂尘，半闭着眼，似睡非睡。通天教主站在最远的角落，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身边空空荡荡，曾经跟在他身后的那些弟子，如今一个都不剩了，全在封神榜上。姜子牙念到第300个名字的时候，声音已经有些沙哑。他停下来，喝了口水，余光扫了一眼元始天尊。老师的表情依旧平静，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像是一切尽在掌握。姜子牙心里稍稍安定了些，继续往下念。第350个，第360个，第364个，最后一位。姜子牙翻到封神榜的最后一页，目光刚落下去就愣住了。他眨了眨眼，又看了一遍，那一页上确实还有一个名字，可那字迹跟前面所有的都不一样。他下意识回头看向元始天尊，老师这最后一位。元始天尊皱了皱眉，走上前来，伸手将封神榜接了过去。他漫不经心地低头看了一眼，就这一眼，他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身体猛地一僵，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在他脸上出现过的神情，是震惊，是愤怒，还是不可置信？姜子牙分辨不出来，他只看到老师握着封神榜的那只手，指节泛白，像是在拼命克制着什么。老师，姜子牙试探着喊了一声，元始天尊没有回答，死死盯着最后一页，像是要把那几个字瞪出个窟窿来。太上老君睁开眼拂尘，轻轻一抬，师弟怎么了？元始天尊的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发出声音。他猛地合上封神榜，转过身去，背对着所有人。那一瞬间，姜子牙分明看到老师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台下的群仙开始窃窃私语。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三界最尊贵的圣人之一，此刻正站在封神台上，像一尊失了神的雕像。这场封神大劫说起来话长。紫霄宫三界之巅那一日，红军老祖端坐在蒲团之上，面前跪着3个人，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3位圣人，在各自的道场里呼风唤雨，门下弟子遍布三界，
可在红军面前，他们跟刚入门的小道童没什么两样。天道运转，结束将近，红军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在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三界旧有秩序已经腐朽，需要一场大劫来重新洗牌。他从袖中取出一卷空白的帛书，轻轻放在身前的石案上。这就是封神榜，你们三人共同签押，拟定365位正神，各归其位。元始天尊第一个开口，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自己选人上榜。天道选人，你们只是执笔红军的目光从三人脸上一一扫过，谁上榜，看的是气运和因果，不是你们的好恶。通天教主跪在最右边，闷声道：我截教弟子修的是大道，有教无类，凭什么要被人挑挑拣拣？元始天尊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动，没接话。太上老君在中间打了个圆场。师弟老师的意思不是针对谁，封神面前阐教，截教人教，一视同仁。通天教主冷哼一声，把脸扭到一边。他心里清楚得很，什么一视同仁，说到底就是截教弟子多根基杂，到时候上榜的肯定大部分都是他的人。红军没有理会他们之间的暗流涌动，只是将一支笔递向三人签押吧。三人各自上前，在封神榜的末尾处按下了自己的法印，金光一闪，封神榜上浮现出淡淡的纹路，像是在等待名字被一一填入原始。天尊看着手里的封神榜，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这场大劫正好可以借机清除截教在三界的势力，稳固阐教的地位。他把这个念头压在心底面上，不露分毫。三人起身告辞时，红军老祖一直坐在蒲团上没动。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已经走到了宫门口，元始天尊慢了半步，隐约听到身后传来红军的声音：榜上之人皆为天定。那语气不像是在叮嘱，倒像是在提醒什么。元始天尊脚步微顿，回头看了一眼红军的目光落在他身上，那双看透了洪荒万古的眼睛里似乎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元始天尊心头一动，总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可他转念一想，老师向来说话高深，自己怕是多虑了。他整了整衣袍，大步流星地走出了紫霄宫。回到玉虚宫之后，他便开始着手布局，命南极仙翁下山辅佐西岐姬昌，安排姜子牙出山代掌封神大权，又暗中授意12金仙，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每一步都走得精准，每一环都扣得严丝合缝。他甚至连通天教主可能的反击路线都推演了上百遍，每一种应对方案都准备得滴水不漏。这场大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盘棋，棋盘已经铺好，棋子已经落定，接下来只需要等着收官，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如今站在封神台上，握着这卷封神榜，那种笃定的感觉却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漏了个干净。当年红军说的那句皆为天定，他随手就丢到了脑后，这会儿再想起来，才觉得那4个字比什么都重。封神台上的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连风都停了。就在这时，东方天际突然涌起一片五彩祥云，那祥云来得不快，却带着一股让所有人都不敢妄动的威压，层层叠叠地从天边铺展开来，像是有人在9天之上掀开了一道帷幕。台下的群仙几乎是同时感应到了那股气息，齐刷刷地抬起头，有人脱口而出，是女娲娘娘。话音刚落，祥云之上便显出一道身影。女娲一身素白衣裙，发间别着一枚青玉簪，通体不带半点装饰，可就是这么朴素的打扮，往那儿一站，整座封神台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拉了过去。她脚踩莲台从天边缓缓落下，
身后跟着2个侍奉的侍女群仙纷纷行礼，声音此起彼伏，拜见娘娘。女娲微微颔首，目光在人群中掠过。她看到了台下那些等待封神的婴灵，有的面目模糊，连生前的样子都快记不清了。她看到了阐教12金仙站成一排，个个带伤灰头土脸，跟从前仙风道骨的模样判若两人。他又看到了通天教主，那个曾经意气风发、号令截教万仙的男人，此刻孤零零地站在角落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的道袍上还沾着干涸的血迹，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弟子的。女娲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瞬，随即移开，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元始天尊上。元始天尊依然背对着众人，双手紧紧攥着封神榜，肩膀微微塌下去，整个人的气势比起方才矮了一截。女娲没有急着上前，而是在原地站了片刻，像是在打量着什么。片刻之后，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清清楚楚地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天尊，这场封神大劫打了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我想问你一句话。元始天尊的背影微微一僵，但还是没有转过来。女娲也不恼，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这场结束究竟是为了什么？太上老君手中的拂尘轻轻一顿，侧过脸看向女娲。通天教主抬起了头，冷冷地盯着这边。姜子牙跪在地上，大气不敢出。元始天尊终于缓缓转过身来，面对着女娲，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方才那种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的从容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到极点的阴沉。娘娘何意？女娲笑了笑，那笑容很淡，看不出什么情绪。我的意思很简单，你说这场封神大劫是为了重整三界秩序，各归其位，可我看来看去，归位的大多是截教弟子，阐教门下虽然伤了几个，到头来全都好好的站在这儿。天尊，你管这叫各归其位？这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湖面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哗然。通天教主猛地上前2步，脸上浮起一丝冷笑。师兄，你听到了吗？连女娲娘娘都看不下去了。元始天尊面色铁青，盯着女娲。封神榜上的名字是天道所定，不是元始一人能左右的天道所定。女娲重复了一遍这4个字，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意味。好一个天道所定！那我再问天尊一句，你可曾仔细看过封神榜的最后一页？元始天尊的瞳孔猛地一缩，他下意识地把手里的封神榜往身后藏了藏，这个动作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女娲看到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嘴角的弧度又深了一分。太上老君坐不住了，从石凳上站起来，朝女娲拱了拱手。娘娘，今日是封神大典，有什么话不如改日再谈。不必改日，女娲摆了摆手，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最后一页。她的目光越过太上老君，直直地对上元始天尊的眼睛。天尊已经看过了吧？元始天尊没有否认，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台下的群仙开始不安地交头接耳。看过了，他终于开了口，声音涩得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那天尊觉得如何？元始天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死死地盯着女娲，眼神里翻涌着太多东西，有愤怒，有不甘，有困惑，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修道万年，执掌阐教门下弟子遍天下，就连这场搅动三界的封神大劫，都是他一手推动的。他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此刻面对女娲这几句轻飘飘的话，他竟一个字都回不上来。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怎么回。那最后一页上的名字已经把他脑子里原本清晰的逻辑搅成了一团乱麻。姜子牙跪在地上，
膝盖已经麻了，但他不敢动。他偷偷抬眼看到老师元始天尊的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不是发怒的那种难看，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茫然，好像一个走了万年的人突然发现脚下的路不知道通向哪里。他跟了老师这么多年，见过老师运筹帷幄时的从容，见过老师降服万仙时的威严，见过老师面对红军老祖时的恭敬，但从来没见过老师露出这种神情，像是一瞬间被什么东西抽空了。女娲站在元始天尊对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不到3丈的距离，可那股无形的压力让所有人都不敢靠近。他没有再追问，只是静静地等着。元始天尊低着头，目光落在手里的封神榜上，思绪不受控制地往回倒。这场封神大劫从头到尾，每一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当初是他默许女娲派妲己入宫祸乱殷商的，因为他需要一个引子，一个能让天下大乱的导火索。妲己做到了殷商的江山从里到外烂了个透，民不聊生，诸侯并起，正好给了西岐起兵的理由。他把这一切归结为顺天应人，再往后截教弟子下山祝咒，一个接一个地死在封神台前。赵公明、三霄仙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那些名字，他如今想起来都能对上脸。他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有的甚至算得上光明磊落，只不过站在了殷商那一边，就被这场劫数吞了进去。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各有因果。通天教主摆下诛仙剑阵，4把绝世神剑，将天地搅得天翻地覆，那是整场大劫最凶险的时刻，连他自己都差点没扛住。最后还是红军老祖亲自出面，收了通天教主，才算把场面稳住。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师出有名，从开局到收官，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内。可封神榜最后这一页不在预料之内。封神榜一共365个神位，前364个，每一个他都心里有数，哪些是他亲自拟定的，哪些是老君提议的，哪些是天道在名册更替时自行调整的，他全都清清楚楚。唯独最后一个，他从来没见过，他甚至不知道封神榜上还留着这么一个空位。这就像一个账房，先生算了一辈子账，每一笔都对得上，可翻到最后一页，突然多出一笔从没见过的数，而且那笔数不是任何人写上去的，是自己浮出来的。女娲轻轻叹了口气，她环顾了一圈封神台，目光从群仙身上一一掠过，最后落回到元始天尊身上。天尊，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元始天尊抬起头看着他，没有说话。当年在紫霄宫，红军老祖让你们3人签押封神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元始天尊的身体微不可察地颤了颤，他说的是榜上之人皆为天定。女娲一字一字地重复着红军老祖的话，语气平静，得像在念一段写好的判词。皆为天定，不是你定，不是老君定，不是通，天定是天定。他顿了一下，看着元始天尊的眼睛。天尊当年觉得这句话说的是那些上榜的弟子，对不对？元始天尊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没有接话。可天尊有没有想过，红军老祖说的皆为天定4个字到底包不包括这最后一个名字？这句话像一根钉子，狠狠地钉在了元始天尊的脑子里。他攥着封神榜的手骤然收紧，指骨咔嚓作响。通天教主站在远处，脸上的冷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沉默。太上老君低下了头，拂尘垂在身侧，一动不动。3位圣人3界最顶尖的修道者，此刻站在封神台上，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话来。女娲看着他们3个人的反应，轻轻摇了摇头。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
他朝元始天尊伸出了手，封神榜给我看看。元始天尊的手指紧紧扣在封神榜上，迟迟没有松开。天尊，女娲的语气没有变，依然是那种不疾不徐的淡然。你攥着不看，那个名字也不会消失。元始天尊闭了闭眼，片刻之后，他松开了手指，封神榜被女娲接过，翻到了最后一页。他低头看了一眼，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是那上面写的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果然如此，他轻声说了这么4个字。姜子牙实在忍不住了，西行上前2步，敢问娘娘那最后一位到底是谁？女娲合上了封神榜，将它递还给元始天尊。这个问题该你老师来回答。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汇聚到元始天尊身上，他接过封神榜，垂着头，一句话都不说。姜子牙从没见过老师这副模样，那不是一个圣人该有的样子，倒像是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人，站在那里只剩一副空壳。女娲没有再追问，转身缓步走回了莲台。走出几步之后，她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天尊若想清楚了，再翻开那一页好好看看，到时候你就明白，这场封神大劫从一开始就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说完，他拾级而上，重新坐回了莲台之上。封神台上安静的能听到风声。元始天尊站在原地，怔怔地看着手里合拢的封神榜，周围群仙的窃窃私语像是隔了一层水，模模糊糊地传进他耳朵里，可他什么都听不见。过了不知道多久，他攥紧了封神榜，指节泛白，终于再次将它缓缓展开。元始天尊深吸一口气，再次低头看向封神榜最后一页。那个名字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笔记与前面364个截然不同，前面的是朱砂所书，而这最后一个名字竟是以金色天道之光自行显现。他的手开始发抖。女娲走到他身旁，声音不大，却让在场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天尊不必惊慌，这最后一个名字才是封神大劫真正的目的。元始天尊猛地抬头看向女娲，瞳孔骤缩，他嘴唇一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个名字让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那名字赫然写着元始天尊，短短4个字，此刻却重如洪荒万界，压得元始天尊4肢百骸皆生寒意。他执掌阐教万年，高居圣人之位，超脱3界5行，自认早已跳出轮回，不受天道桎梏。可此刻这道金光圣明，硬生生将他从逍遥圣人的云端拽落，狠狠钉进了这场他自以为掌控全局的封神大劫之中。他嘴唇剧烈颤动，喉间干涩发苦，半晌才挤出一丝破碎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震颤：不可能，我乃3清圣人，混元得道，无劫无难，不入轮回，不列神级，天道如何敢封我？声声质问回荡在封神台上空，却没有半分回响，唯有冷风掠过玉阶，卷起他月白色的道袍衣角，萧瑟又狼狈。台下瞬间死寂，落针可闻。姜子牙浑身剧震，双膝一软，重重跪在玉阶之上。他瞳孔骤缩，死死盯着那卷封神榜，脑中一片空白。他追随元始天尊数十载，深知老师的修为境界乃是3界顶尖的混元圣人，超脱神位，不受天罚，是执掌神级、核定诸神的上位者，何时竟会沦为被封神之人？阐教12金仙齐齐变色，原本带伤的身躯瞬间紧绷，脸上的疲惫与漠然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震惊。他们半生追随师尊，仰仗师尊庇护，搅动3界格局，始终以为师尊是执旗之人，如今才骤然惊醒，原来师尊从来都不是旗手，只是这场天道大局中藏得最深的一枚棋子。角落里的通天教主原本死寂的眼眸骤然亮起，
脸上沉寂许久的神色彻底碎裂，复杂至极的情绪翻涌交织，有错愕，有释然，有悲凉，更有一丝看透虚妄的漠然。他沉默半生，看着门下万仙尽数上榜，截教基业毁于一旦，始终以为是师兄私心作祟，借大劫铲除异己，稳固阐教地位。可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从头到尾，无人真正掌控棋局，包括他这位算计人心的师兄。太上老君缓缓闭上双眼，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自唇边溢出浮沉，彻底垂落，再无半分动静。作为三清之长，他看透的东西远比旁人更多，更早便察觉到这场大劫的诡异，察觉到天道布局的深远，只是碍于同门情谊，碍于天道规则，始终缄默不言，冷眼旁观同门踏入宿命牢笼。如今尘埃落定，所有隐秘尽数揭晓，他心中只剩无尽的唏嘘。女娲莲台轻晃，素白衣袂随风轻扬，脸上依旧是那副淡然浅笑，仿佛世间万事万物皆早已在他预料之中。他缓步从祥云之上走下，莲步轻移，踏空而行，一步步走到元始天尊身前，目光平和地落在失魂落魄的圣人身上。天尊此刻可懂了，清淡的嗓音响彻全场，不高不低，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震得元始天尊纷乱的思绪骤然清明几分。元始天尊猛地抬头，万年不变的清冷仙容，此刻布满狼狈，眼底翻涌着滔天的不甘与困惑，死死盯着女娲。这场大劫是红军老祖钦定三教共同牵压，目的是重整三界秩序，规整神位品级。我布局百年，损耗心力，肃清邪教纷乱，安定人间殷商之乱，稳固天道纲常，何错之有？为何天道最终要封我为神？他字字铿锵，带着圣人最后的傲骨，却藏不住心底深处的慌乱与茫然。他一辈子都在顺应所谓的天道大势，一辈子都在精心算计，步步为营，以为自己是借势而行，掌控全局的圣者。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布局，都只是天道为了收服他而铺垫的嫁衣。女娲微微摇头，目光扫过封神台，上下万千英灵缓缓开口道出了这场封神大劫埋藏万古的终极隐秘。天尊，你错就错在从一开始就看错了这场大劫的本质。你以为封神是为了诛杀截教，乱仙规整三界神位，扶持西岐正统，重塑天地秩序，非也。他的声音变得清冷而通透。364位正神，万千陨落英灵，商周百年战乱，三教纷争厮杀，通通都只是铺垫，是天道为你量身打造的一场牢笼幻境。元始天尊身躯巨震，连连后退半步，手中的封神榜微微晃动，金光流转，那道属于他的名字愈发璀璨夺目。幻境。他低声喃喃，语气满是难以置信。正是女娲颔首，声音清冷通透，拆解着层层虚妄。三界众生乃至三清圣人皆以为天地秩序崩坏，根源在截教有教无类，弟子繁杂祸乱三界，在殷商王朝腐朽，君昏沉乱，民不聊生。可天道万古运转，秩序腐朽的真正病根，从来不在凡尘王朝，不在截教众仙，而在圣人超脱。这句话一出，太上老君眼帘微颤，通天教主瞳孔骤缩，全场所有仙人瞬间心神俱震，恍然若悟。女娲目光悠远，望向茫茫九天深处，继续缓缓道：自洪荒开天，三清混元正道，立教传道，执掌三界权柄，自此超脱天道束缚，圣人无生无死，无劫无罚，不受天规管制，不沾因果轮回，三界权柄，三分人教平和避世，截教逍遥肆意，唯独阐教锐意进取，布局三界，干涉轮回，左右王朝更迭，操控仙凡命运。他看向元始天尊：你执掌阐教万年，门下金仙遍布九天，
势力渗透三界每一处角落。你以圣人之思定义正邪，以阐教之念判定对错顺。阐教者便是顺天，逆阐教者便是逆天。久而久之，天道权威被你架空，三界法则被你篡改，真正的天道意志早已被阐教的锋芒掩盖原始。天尊脸色惨白，指尖微微颤抖，想要反驳却张口无言。他不得不承认女娲所言句句属实。万年以来，他的确自持圣人身份，自持布局天道之功，暗中干涉三界诸事，殷商覆灭，西岐崛起，仙门纷争，神位更迭，看似是天道大事，实则大半都是他暗中推动，刻意引导。他自以为在替天行道，实则早已越俎代庖，以己心代天心，以己道代天道。天道运转，最忌权柄旁落，最忌圣人干政。女娲收回远眺的目光，重新落在元始天尊身上，语气平淡却字字诛心。众生有轮回，仙人有劫数，诸神有职守，唯独三清圣人逍遥世外，不受约束。长此以往，天道不公，三界失衡，万物运转皆会陷入紊乱。故而红军老祖钦定封神大劫，从来不是为了洗牌神位，而是为了收束圣人权柄，归权于天元，使天尊心头轰然炸裂，所有的骄傲，所有的算计，所有的笃定，在这一刻尽数崩塌，碎得彻底。他终于懂了。紫霄宫红军那句榜上之人皆为天定的真正深意。当年他以为天定的是截教弟子，凡尘英灵，殊不知天道真正注定等候收纳的，从来只有他一人。所有的厮杀，所有的陨落，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是为了磨平他的圣人傲骨，耗尽他的阐教气运，瓦解他的三界权柄。天道仙界商周更迭，搅动凡尘乱世，再引三教弟子入局，自相残杀，截教万仙陨落。看似是他铲除异己，壮大阐教的胜算，实则是天道在斩断他的制衡对手，让他成为三界唯一的掌权圣人，让他彻底站在天道的对立面，让他的私心与越界暴露无遗。等到截教覆灭，凡尘定鼎，神位归整，三界再无势力可以制衡阐教之时，便是天道收网之日。而这封神榜最后一页，便是天道最终的枷锁，专门用来禁锢他这位越界万年的混元圣人。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大劫的唯一目标。元始天尊的声音沙哑破碎，带着万年从未有过的颓然，是女娲坦然应下，没有半分遮掩。364位正神，是天道为天庭补齐的三界之丝，是规整秩序的基石，是掩人耳目的棋子。唯有你是这场大劫真正的归宿，是天道必须收服的终极之人。他看着元始天尊，目光清亮而平静。你以为你在执棋布局，清算截教，安定三界，殊不知你每一次布局，每一次出手，每一次干涉天道轮回，都是在为自己的封神之名添上一笔因果罪孽。你算计众生，天道算计你，万般皆是因果，从来无人例外。冷风穿台而过，吹得元始天尊一身圣袍猎猎作响。昔日俯瞰三界，睥睨众生的圣人威严，此刻荡然无存。他想起自己百年布局的步步为营，想起自己看着截教弟子陨落的漠然，想起自己笃定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此刻只觉得无比可笑。他算计尽了天下人，却唯独没有算到天道从不会任由圣人凌驾其上。通天教主缓缓迈步从角落走出，青色道袍上的血迹早已干涸，原本铁青的面容此刻一片平静。他望着失魂落魄的元始天尊，心中积压千年的愤懑尽数消散，只剩无尽的苍凉。师兄，原来我截教万仙陨落，万千弟子赴死，都只是你的陪衬。没有怨恨，没有嘲讽，只有看透一切的疲惫与释然。千年纷争，万仙覆灭，他恨了选世天尊千年，怨天道不公千年，
如今才知晓，所有人都是棋局里的牺牲品，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元始天尊无言以对，胸腔翻涌着无尽的酸涩与愧疚。他为了一己教派兴衰，为了稳固自身权柄，推动大劫开启，葬送截教，万千生灵。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赢了纷争，输了一切所谓的胜利，不过是天道精心编织的一场骗局。太上老君终于缓缓开口，声音苍老淡然，带着看透万古沧桑的意味。师弟红军老师早已看透一切，三清同源，一体同根，人教无为避世，故而得脱劫难，截教张扬肆意，甘愿入局殉道。唯独阐教强势干政，越俎代庖，违逆天道本心，故而难逃此劫。他顿了一顿，圣人超脱，本是天道恩赐，可施恩越界，便是违逆天命。天道封你，不是贬黜，不是责罚，而是归位。归位二字，冲如千钧，彻底击碎了元始天尊最后的侥幸。女娲抬手指尖凝起一缕温和的天道，灵光轻轻拂过封神榜的鎏金字迹，缓缓道出这最后一位神位的终极司职。天道封元始天尊为三界至道圣尊，掌天道规则，司三界制衡，统御诸神法度，约束仙圣言行，不入天庭，不立玉帝，却待天道监察三界，掌圣人戒律，定仙圣功过。此神位一出，封神台金光冲天，原本消散的九重天神光再次暴涨，比先前364神归位之时更为璀璨夺目。万丈金芒穿透云霄，直达天道本源。台下万千英灵群仙尽数骇然，这哪里是贬谪封神，这分明是三界至高无上的终极神位，远超八部正神，群星列宿，凌驾三界，所有神职之上，是天道之下，万仙之上的第一尊圣神，可无人敢心生艳羡，因为所有人都瞬间读懂了这神位背后的深意。昔日的元始天尊是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混元圣人，随心布局，随性而为，不受任何约束。今日的三界至道圣尊是天道枷锁束缚的神职者，终生恪守天道规则，监察三界，约束仙圣，再也不能私行布局，干涉轮回，偏袒阐教，左右三界格局。他赢了封神之战，灭了截教强敌，稳了阐教基业，却输掉了万年圣人的逍遥自在，输掉了随心所欲的权柄自由。从此三界再无逍遥阐圣，唯有天道至道之神元始天尊怔怔地看着掌心流转的天道金光，看着那道烙印在封神榜上的本命道号，久久不语。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浩瀚无边的天道契约之力正缓缓笼罩自身，融入元神本源。自此之后，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一言一行，接受天道制衡。他再也不能偏袒阐教，再也不能算计三界，再也不能以一己之心左右天地大事。所有的私心算计，所有的教派偏袒，所有的越界之举，尽数被这道神位封印归正。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低声反复呢喃，眼底的不甘、愤怒、茫然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通透与苍凉。他终于彻底明白了红军老祖的深意，明白了这场大劫真正的始末。红军不愿三清内耗，不愿圣人乱天，更不愿三界权柄失衡，大道紊乱，故而以封神为局，以众生为棋，以劫难为锁，先让三教自相制衡，彼此消耗，再收束圣者权柄归整天道秩序。截教覆灭是伐其烦乱无度，肆意妄为阐教封神是收其强权，越界制衡天道，人教独存是保其无为不争，顺应天心。一场大劫一举三得，彻底终结三清割据、圣仙干政的万古格局，让三界秩序彻底回归天道本源，这才是封神大劫真正的终极目的。女娲看着他彻底通透的模样，淡淡开口：天尊此刻可懂了。天道最是公允，从不偏爱任何教派，不循任何私情，顺天而行者神，
存逆天妄为者，恕你万年功过相抵，有功于三界规整，有罪于私心乱道，故而赐你至高圣神之位，予以权柄，亦予以约束。你依旧是三清之一，依旧是三界圣人，却再也不是那个肆意布局、凌驾天道的阐教天尊。从此恪守天职，执守天道，制衡三界，便是你永恒的宿命。原始天尊缓缓合上封神榜，指尖的颤抖渐渐平息，脸上的狼狈与阴郁尽数褪去，重新恢复了圣人的清冷淡然。只是那双看透万古的眼眸深处，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沉淀与克制。他躬身对着九天天道深深一揖，语气平静无波，再无半分不甘弟子原始，领旨受封，一语落地，九天轰鸣，万丈金光尽数收敛，归于封神榜中。整座封神台的仙灯缓缓稳定，天地灵气重新流转，紊乱的三界法则在这一刻彻底归序。轰隆隆，天际传来隐隐道音，浑厚苍茫响彻三界。那是天道本源的认可与宣告。365位正神尽数归位，封神大劫彻底落幕。姜子牙缓缓起身，心中所有的疑惑、震撼、不解尽数消散，只剩下满心敬畏。他终于明白，为何自己一生封神，却始终不入神级，不得神位。他是天道选定的执笔者，是这场大局的见证者，负责执行规则，核定诸神，故而需终身逍遥，不入束缚，方能公正完成封神大业。待到凡尘功满，超然物外，才是属于他的最终归宿。12金仙纷纷垂首，心中五味杂陈。他们昔日追随师尊纵横三界，恃强争锋，如今终于知晓，所有的锋芒与荣光皆有代价。师尊尚且难逃天道制衡，何况门下弟子？自此之后，阐教上下尽数收敛锋芒，恪守天道规则，再无昔日咄咄逼人的态势。通天教主望着封神台上归于平静的身影，轻轻叹了口气，转身踏步离去。截教万仙虽败，却也终结了教派纷争，换来了三界太平。他无需再执念过往恩怨，无需再计较胜负得失，从此归隐碧游宫，静守大道，不问三界世事。太上老君微微颔首，拂尘轻扬，一身道袍飘然出尘，依旧是无为不争的模样。三清格局自此重塑，人教居中守正，阐教治道制衡，截教归隐避世，三教平衡，天道安宁。女娲娘娘俯瞰着下方规整有序的三界，眼底掠过一抹释然。世人皆言封神是杀戮，是覆灭，是纷争，殊不知封神是恒，是规整，是归序，是天道万古轮回中一次最彻底的自我修正。凡俗王朝更迭，是人间之恒；仙门派系消长，是仙途之恒；圣人权柄收束，是天道之恒。世间所有杀戮苦难，皆是为了终结乱象；所有纷争陨落，皆是为了重塑太平。封定云收九天清明原始天尊，独立封神高台之上，手捧封神榜，身姿挺拔，圣威依旧，却再无半分偏执锋芒。他望着朗朗乾坤，望着安定三界，终于彻底释怀。原来所谓天道，从无输赢，唯有平衡。原来这场搅动三界、绵延100年的封神大劫，从一开始就只为等最后这一个名字，只为圆满这一场万古平衡的天道大局，皆为天定。原来如此，你觉得封神榜最后封上使天尊，究竟是天道对他的惩罚，还是给他的一次救赎？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继续聊那些藏在神话背后细思极恐的秘密。